一個女人結婚了，有人說她想不開；嫁得好，有人懷疑她上架吞針；嫁得差，又有人罵她扶貧。她不結婚，被說太挑、太自我；她生孩子，被說最後還是回到傳統；她不生孩子，又被說不完整；孩子隨父姓，被說不夠女權；孩子隨母姓，又被說太計較、太極端。到最後，女人好像不是在過日子，而是在不斷被審判。這幾天泰勒·斯威夫特婚禮剛舉辦完，另一個問題馬上被拎了出來，她會不會冠夫姓？先說清楚，冠夫姓目前不是她本人官宣，只是有媒體轉述說，她可能在私人生活裡使用丈夫姓氏，但職業上繼續使用原名。這個傳聞能炒起來，已經很說明問題。她這個名字太值錢了，她連着巡演、版權、專輯和一整個商業帝國。福布斯寫過，她是第一位主要靠歌曲和表演進入億萬富豪榜的音樂人。所以外界聽到她可能冠夫姓，第一反應不是好浪漫，而是她都已經站到這個位置了，為什麼還不能替女性做一次正確示範？這個反應我能理解。姓氏從來不只是稱呼，它連着家族、血緣、歸屬，也連着社會默認的那套規矩。但他不能被簡單理解成戀愛腦。他知道自己名字值多少錢。他跟大機器唱片、斯庫特、布勞恩那場母帶版權之爭，爭的是作品歸誰，名字由誰來賺錢。後來他選擇重錄舊專輯，用 Taylor's Version 泰勒版重新掌控自己的作品。到2025年，他又在官網發信，說自己買回了母帶，自己創作過的音樂現在都屬於自己。一個女人在娛樂工業裡把這些一點點拿回來，當然很值得佩服。所以，如果她真的在私人生活裡冠夫姓，也不能直接等於她把自己交出去了。她可能願意在親密關係裡使用一個傳統稱呼，但這不等於她把錢、作品、職業身份和人生邊界都交給丈夫決定。還有婚前協議這件事，外媒和法律評論已經開始討論她和特拉維斯·凱爾西的婚前協議。網上有些標題寫得很誇張，什麼40頁，什麼保護幾十億美元資產。但這裡也要說清楚，雙方沒有公開確認婚前協議條款，但哪怕只把它當成合理推測，也足夠說明一件事：權利不只在姓氏上，錢歸誰，作品歸誰，名字怎麼用，關係破裂以後誰還能保住自己，這些同樣重要。外人只盯着他會不會冠夫姓，好像一個稱呼就能決定他有沒有被婚姻吞噬。可一個能把母帶拿回來的人，很難說他突然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。他不需要靠拒絕一個姓來向觀眾證明自己清醒。但 Poppy 醬這邊不能這麼簡單講。他不是泰勒·斯威夫特，他的爭議也不只是孩子隨父姓，所以被網友罵了。2020年 Poppy 醬因為孩子隨父姓引發爭議。央視網當時寫過 Poppy 醬被罵上熱搜，也把孩子跟誰姓這個問題重新推到台前。報道裡還提到，現實生活裡孩子隨父姓仍然占主流，但隨着女性意識崛起，關姓權討論越來越多。法律上，孩子不是只能隨父姓。民法典第1015條對應的是一理寫得很清楚，原則上自然人的姓氏應當在父親或母親之間選擇其一，也就是子女可以隨父姓，也可以隨母姓。可現實裡，隨父姓經常不是一個選項，它更像默認。默認到你不說就跟父親姓，默認到你想讓孩子跟母親姓，反而要解釋一堆。豆瓣上有人把這句話說得很直白，高學歷、高收入的女性都沒辦法讓孩子跟自己姓，普通女性以後爭冠姓權時，反而可能被 Poppy 醬這個例子反駁回去。所以討論 Poppy 醬不是沒道理，她過去被很多人喜歡，當然有搞笑的部分，但更讓一部分女性記住她的是她說過自己排第一，說過婚後和丈夫過年各回個家，說過雙方父母不用強行綁定。這些東西在當時的中文互聯網上確實給過一部分女性啟發，原來婚姻不一定非要變成兩個大家庭的捆綁，原來女人也可以先把自己放在前面。這就是她吃到的紅利，不是來自她丈夫，她丈夫在大眾視野裡幾乎查無此人。她吃到的是獨立女性敘事的紅利。所以當她孩子隨父姓，觀眾失望，不完全是無理取鬧。如果你長期被看作不被傳統家庭吞掉的樣本，
那你在孩子姓氏這件事上回到最熟悉的默認答案，別人當然會問，那你之前那套獨立婚姻到底獨立在哪裡？更複雜的是 Papi 醬這件事，後來真正讓很多人翻舊賬的是當年那場慣性權討論，後來被包裝成了極端女權網暴 Papi 醬。有人認為這件事後來之所以鬧這麼大，不是因為最早那條微博有多大聲量，而是因為少數難聽評論被搬運出來以後，營銷號開始集中轉發，把它推成了極端女權網暴 Papi 醬。界面新聞刊發的文章後來復盤這場爭議時也寫道，最早那條 Papi 醬生娃過後變得好疲憊啊，但是孩子還是隨父姓的微博，本來不具備那麼大的威力，後面這件事被推成了一個成功反殺的危機公關案例。所以很多人介意的不只是 Papi 醬孩子跟誰姓，而是一個本來可以討論慣性權的問題，怎麼最後變成了女權太瘋了？這樣一轉，焦點就變了，大家不再討論為什麼父姓總是默認，也不再討論隨母姓為什麼這麼難，而是開始圍觀極端女權又在攻擊一個剛生完孩子的母親。問題被轉移了，這時候 Papi 醬就不能只用私人選擇4個字擋掉所有討論，因為當一個公眾人物既吃過獨立女性敘事的紅利，又在爭議中獲得被極端女權傷害的受害者敘事，這就不完全是私人生活了。但反過來說，討論也不能變成審判，可以討論他的人設和選擇之間有張力，可以討論父姓為什麼總是默認，可以質疑當年的營銷號是不是把慣性權討論帶偏了。但如果最後變成你結婚扣分，你生孩子扣分，你孩子隨父姓扣分，你沒替所有女性贏，所以你背叛女性，那也不對。女性主義不是一張行為清單，不結婚、不生孩子，孩子隨母姓都不能自動換成滿分；結婚、生孩子，孩子隨父姓也不能直接判不及格。這就是泰勒·斯威夫特和 Papi 醬能放在一起講的原因，他們非常不一樣。前者是全球級的音樂工業主體， Papi 醬是中文互聯網裡被反覆討論的獨立女性樣本。一個面對的是慣夫姓傳聞，一個面對的是孩子隨父姓爭議，但他們都被推上了同一張考卷，你到底有沒有替女性贏？很多人看公众女性，就像父母看一個本來應該考100分的孩子，他考了95分，別人覺得已經很好了，父母卻抓心撓肝，因為父母看的不是這張卷子，而是自己沒完成的期待。普通人在現實裡很難反抗，很難讓孩子隨母姓，很難讓伴侶改姓，很難在婚姻裡完全不被雙方家庭牽扯，很難既要愛又要自由，既要親密又要邊界，既要進入關係又不被關係吞噬。所以當一個更有名、更有錢、更強勢的女人出現，很多人就希望她替自己贏，替我拒絕夫姓，替我爭慣性權，替我證明有錢女人不會低頭，替我證明獨立女性不會墨守成規。可她一旦沒做到，失望就很容易變成憤怒。這不是說失望不可以，只是要分清。討論是問這個選擇說明了什麼，審判是問你為什麼沒替我活成理想答案。Papi 醬身上還有一層，就是營銷。這些年圍繞她的另一個爭議是她到底有沒有持續經營清醒、通透、大女主這套形象。豆瓣和小紅書上一直有人質疑，誇她的評論太整齊，太像一陣一陣推出來的口碑。這個不能當成實錘，但它說明一件事，大家反感的不是她有營銷，而是她一邊承接獨立女性形象帶來的流量，又把問題退回私人選擇。如果獨立女性清醒婚姻不被傳統吞掉，已經變成流量的一部分，她就很難在爭議時突然完全私人化。我們不能把公眾女性寫成純受害者，也不能把她們寫成活該被罵。更準確的說法是，公眾女性一旦站到台前，就會同時承受2種東西，一種是觀眾的投射，一種是人設的反噬。泰勒·斯威夫特被投射，是因為她太強，強到大家希望她在婚姻符號裡也繼續強。Papi 醬被反噬，是因為她過去確實承載過獨立女性的想象，而孩子隨父姓和後續被女權網暴的敘事，又讓很多人覺得這套想象曾經被她拿來使用，後來卻被她撇清。但不管是哪一種，姓氏都不該變成投名狀。一個女人不該因為拒絕慣夫姓才算清醒，也不該因為孩子隨母姓才算女權，更不該因為沒有完成這些動作，就被拖出來替所有女性受審。該追問的是，為什麼父姓總是默認，母姓總要解釋？
為什麼一個女人回自己家過年，也能被包裝成婚姻先進經驗？為什麼明明是慣性權討論，最後會被營銷號加工成女權太瘋了？為什麼男人很少需要代表所有男人，女人卻總被要求代表所有女人？泰勒·斯威夫特和 Poppy 醬給了我們兩個不同提醒。看泰勒·斯威夫特，不要只盯着一個符號，一個女人的底氣，可能在她的作品、合同、錢和邊界裡。看 Poppy 醬，也不要輕易相信所有獨立女性人設，很多時候，所謂清醒，可能也是一門生意。所以這期不是要給他們打分，泰勒·斯威夫特幾分， Poppy 醬幾分都不重要，更該問的是，一個女人結婚、生孩子，改不改姓，為什麼總會被拿出來審判？她跟丈夫姓，被說不夠獨立；她孩子隨父姓，被說背叛女性；她孩子隨母姓，又可能被說太極端；她不想解釋，被說吃了紅利就想跑；她解釋太多，又被說營銷自己。到最後，女人好像怎麼選都要被審判，這才是問題。姓氏可以討論，人設可以討論，營銷也可以討論，但女人不是被告，她們的每一次選擇也不該都被推上被告席。